我们今天来说一个人，老子。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极具色彩的圣人，有人说他的思想领先了当时数千年。几千年来呢，大家对老子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。有人说他是最接近于神的存在，但是也有人说他是历史上第一颗毒瘤。比如说梁启超，他就说老子荼毒了中国文化2000多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全方位聊聊这个人。我主页粉丝群有免费的易经、梅花、风水、环境等等一系列的课程和笔记，感兴趣就来领取一份。要说起老子这个人，我们首先呢从他不同寻常的骑乘姿势开始说起。话说老子当年骑着大青牛西出函谷关，从此之后就销声匿迹了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谜团。咱们来看看他这个骑乘姿势，正常人骑马或者是骑车的时候都是两脚在双侧的，但是老子在骑牛的时候呢，他的双脚却是在一侧的。老子为什么会这样骑牛呢？人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。有人说老子他是主张无为的，主张顺其自然，所以这次老子出行的目的呢，他也要顺其自然，就让这个牛来做决定，他该往哪里走，他自己就侧坐着，不去控制牛特定的往一个方向去前进。还有一种玄幻一点的说法呢，说老子骑的这个大青牛它不是牛，一般的牛呢是黄色的，你见过青色的牛吗？所以有人认为老子骑的这个大青牛不是牛，而是华夏的上古瑞兽姒。在《山海经》的海内南经中，对姒有这样的记载，说姒长得像野牛，但是它是青色的，头上还有一根角，而且姒呢是逢天下将盛而现世出，也就是说姒这种瑞兽只要是出现，正是要天下兴盛的时候。这一点还真有点怪异，因为老子骑这个大青牛出函谷关的时间呢，大概是公元前485年。此后华夏历史上迎来了特别一段辉煌的时间，就是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这段时间。在同样时间的节点上，西方还出现了柏拉图、苏格拉底、释迦摩尼这样影响人类1000年的圣人，所以这段时间呢，确实有种天下盛世的感觉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思想文明都达到了一个特别的高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老子为什么要在盛世来临之前而选择离开呢？这一切我们还要从老子的身世开始讲起，下期再见。历史上的老子他到底是谁？老子出了函谷关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只是留下一本参透宇宙奥秘的书《道德经》。首先我们先说老子他为什么要离开。首先我们看《道德经》中的记载，老子他特别推崇一个做法，就是不争。所以这个词不仅在《道德经》中重复出现了很多次，而且老子也直言说圣人不道，为而不争。这其实就是能解释他为什么要离开，因为当时天下是百家争鸣，趋势已成。老子出函谷关的时候，当时的百家还没有绽放，但是他已经看到了未来。面对这种情况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，应该去开拓一些新的边界、新的机会。所以老子虽然极具竞争力，但是他没有选择留下，而是默默地选择当时人们眼中的蛮荒之地。后来就有传说，老子当时他去了印度，他的智慧和学说在印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后来就成为了印度口中的释迦摩尼。而这个传说呢，现在确实是真假难辨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老子的智慧，这也很符合易经的规律。大家看完视频可以来主页粉丝群免费领取一份易经、玄学、梅花、风水、能量等等一系列的课程和笔记。我们看这幅画，这幅画绘制于1511年，它位于丹麦的一个教堂里，但是这幅画中的这个怪物在当地几乎没有人认识，只要中国人一看到这幅画都知道它是刑天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刑天的故事。看完视频还可以来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免费的易经玄学课程和笔记。刑天传说他是炎帝的文官，擅长音乐，结果炎帝被打败了，刑天不服，就转身投靠了蚩尤，起兵皇帝。但是蚩尤也被皇帝打败了，刑天也被活捉，但他拒不投降。然后皇帝一气之下用轩辕剑砍下了刑天的头，但是皇帝怕刑天复活，还将头给摧毁了。远古的古埃及人和中国人对复活的理解有两个必要的条件，一个是神的血统，因为人是无法完成的，而另一个条件就是尸体完整。古埃及人就是因为保存这个尸体完整，所以才创造了木乃伊的技术。但是刑天他没有神的血统，也没有完整的尸体，但是《山海经》中说，刑天他忠于炎帝的信念感动了天帝，他以双乳为眼，肚脐为口，再战皇帝，从而变成了一个无头的怪物，从而也变成了一个悲情的英雄。刑天的故事呢，被记载在《山海经》中的海外西经里。如果按照《山海经》的世界观，刑天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方的海外，难道指的是丹麦吗？西方的学者研究之后，这种怪物他们的古文献记载叫做贝米斯人。最早记录这个人种呢，是在2500年前，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。希罗多德他就曾经说过，他听到埃及的南方邻居努比亚人说，
贝米斯人是一个森林中的远古部落，并且到处都是野兽，而这个远古部落里是无头人，眼睛鼻子都是长在胸前的。后来西方的历史学家根据历史考证，这个神秘的贝米斯人还确实存在过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传说在我国西南的大山之中隐藏着一条秘密通道，不用翻山越岭，只需要穿过某条秘密通道就能够达到印度。所以在古蜀国三星堆挖掘的现场会出现那么多印度洋的贝壳、东南亚的象牙、西亚的青铜、埃及的金器，还有浙江的玉器。难道真的有一条秘密通道能够让古蜀人和世界各地有贸易的往来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。我主页粉丝群里有易经玄学的课程和笔记，大家感兴趣就来免费的领取一份。第一个相信这个传说的人是汉武帝，他想找到这条通道去阿富汗买马抗击匈奴。因为当时张骞就告诉过汉武帝，他在阿富汗见过四川的绸缎，这也证明了四川的古蜀人他早就知道这条秘密通道，而四川人却说这条秘密通道的入口在云南，而是云南古滇国绝不外传的秘密。于是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打败了古滇国，就是想要找到这个传说中的秘密通道。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，因为在这之后，中国历史书上也就再也没有记载过滇国，通道的秘密也随之一起跟着消失了。大家都认为这个传说应该再也不会出现了，而没有想到，在云南的福仙湖又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。他们说汉军当时来滇国后才发现秘密通道被滇国人的贵族给销毁了，而这些贵族也都从秘密通道消失逃走了，临走前还把入口给淹没了，永远断绝了这条秘密通道。而这条通道的入口就在福仙湖下面100米深的湖底，而这个传说从汉武帝时期到今天一直流传了2000多年。后来时间到了1992年，考古学家们还真的在福仙湖的湖底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古滇国城市，而更加恐怖的是，城市上面还悬浮着2000多具被蜡包裹的遗体，整体看去就像是在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。难道福仙湖的下面就真的有秘密通道吗？20多年前，考古学家想要破解古滇国消失的秘密，调查坚持了10多年之后，当他们真正的接近真相时，又暂停了调查，因为他们发现现实居然比传说更加的离奇。好，这个故事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1973年，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道家房中术，却因为内容太过于露骨而当时又处于思想并不开放的时代，所以当时并没有发行和出版。但后来却又被日本深入研究，抢先发表。古代房中术究竟有多么开放呢？如今我们所经历的确实都是古人玩剩下的。通过研究和探索才发现房中术是中国古代4大方术之一。中国有一对夫妻号称是性学第一夫妇，他们合力创办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。得知此事之后呢，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终于从日本手中了解到此书，最后编撰成这一本书《道家性文化》。这本书里呢，把道家在房中艺术的来龙去脉以及12大成就、理论、实践、方法以及更加玄学的知识，整个兴衰演变的过程描绘的可以说是清清楚楚。书中的内容太过于露骨了，真的是难以展示。有感兴趣的可以收藏一本。